帮粉丝老妈把这堆积如山的房子收拾干净的第5天。昨天把这个餐厅收拾出来了，今天准备收拾这个大客厅。客厅挺大，东西也挺多，大部分都是现吃现用的，因为柜子里面都堆满了，所以都摆在了明面上，桌子上摆不下就往地下堆。本来是30几平的大客厅，现在看起来像10几平。家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小姐妹网购回来的，一买一大堆，算起来感觉挺便宜的，但是吃不完用不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合适了。看这一大堆壮观不？小姐妹说以后再也不这么买东西了。看似买的挺便宜，其实花的钱越来越多，因为吃的用的都是有定量的，也就是那么些，剩下的就都变成囤货了。买太多了，东西没有地方放，就堆在各个角落了。再有藏起来找不到的，变成过期的就更浪费了。小姐妹说当时买的挺痛快的，现在看到那些过期浪费掉的也挺心疼的。她买的吃的、保健品、化妆品是最多的，就这个角落翻出来的吃的就装了3个大口袋。为啥家里买的东西消耗这么慢？因为小姐妹买的东西叔叔阿姨她都不喜欢吃，也不怎么用，看着一次性的东西就买了这么多。这个角落不光有吃的，新衣服、新头花也是一大堆，这些不知道是她的囤货还是买了自己要用的。我感觉放在这个地方呢不像是囤货。阿姨说他们刚搬进来的时候所有的桌面全都是空的，现在都被这些吃的用的填满了。柜子里面也都是东西，反正是有点地方都塞满了。就光这电器说明书就很厚的一大摞了。在电视柜里面又找出来了5把雨伞，再加上之前的差不多得有24、5把了吧。阿姨说知道家里有雨伞，但是想用的时候就是找不到。我就说这个家里面什么都有，这个塑料袋都有这么多，装了整整一大袋子，大的小的各种颜色的都有。在客厅里面又找出来了1包药，加上之前的3包，一共4包了。这个角落有好多都是新的东西，全是小姐妹买回来的。昨天好多人都说小姐妹买东西的钱可以换1套房了，在叔叔阿姨的眼里，就算是买2套房他们也觉得值得。这又是一堆化妆品，这一箱是新的，这一箱是小姐妹用开的，我们给她分开装了，等到最后的时候给她收纳到不同的地方。头花又找出来了一大堆，这又是一个车载冰箱，小姐妹说她都忘记了自己是花多少钱买的了，后来查了下好像还不便宜。这是2箱茶叶，没打开箱的时候都不知道里面装的是啥，买的东西太多了根本就记不住。这几件衣服是阿姨挑出来不要的。这又找到了2箱新的巧克力，小姐妹说这个是她买回来准备送给孩子同学的，结果哪也找不到了，原来跑到沙发下面去了，正好明天给她送走。卧室大衣柜里面都是满满的，阿姨的很多衣服啥的都在客厅的各个角落里面堆着。这个角落放的基本上都是孩子的学习用品，小姐妹说全部都不要了，给她装到口袋里，看看能送人送人，不能送人的就直接丢掉了。小姐妹说这些东西直接丢掉的话有点浪费，她把那些看起来还可以就打个包，谁付个邮费就送谁了，那些实在看不上眼的才往外丢。她说这样也算是2次利用吧，直接丢掉的话也有点浪费，把这个茶几上的东西也清空，到时候找地方归纳吧，以后这上面就不摆东西了。平时阿姨就是在那个茶几上吃饭，她说腿都伸不直，昨天把餐厅收拾出来是她最开心的了。大客厅没扔出去多少东西，大部分都是现吃现用的，就是等分类给她归纳一下。本来我还以为分类挺快的，就是给她装口袋，结果一个客厅也是收拾了1上午，真的是零碎的东西太多了，吃的用的玩具啥的，再加上有点小纸片，你都得好好看一看。那这还是小姐妹帮着看那些书本啥的呢，要不然半天都归纳不出来。东西清完了以后就把这个客厅的卫生先收拾出来吧，这样收拾一个地方就干净一个地方。我看昨天就有人说应该先收拾客厅，为啥先收拾那个书房呢？因为那里面大部分都是要拿走和不要的东西，然后其他的房间都是有一部分要留下来的，因为每个房间都是满的，你要是留下来太多的话它没有地方放，反而更乱，所以就想着先把书房给它腾空，然后留下来的东西就统一归纳到书房，等到收拾完的最后1天的时候再同时找地方收纳。空调后面太脏了，喷了点油污净给它擦了一下。有小姐妹提醒我，实木的家具和地板不能喷油污净，这个我也想到了，没像以前那样大面积的喷，就是有那种特别脏的地方再喷了一下，就像刚才空调后面地面上的，而且喷之前我也试了一下，
他这个没啥事我才喷的，也感谢大伙的提醒。我也很怕在收拾的过程中给人家把什么东西弄坏了，特别是这种高档的家具。擦红木家具的时候，我大部分都是用到魔力海绵擦，把擦干净的地方先给它归一下位。其实那个风扇可以收起来了，但是暂时还没有地方放，就先放到那吧。这个家具一看就特别高档，是叔叔买回来的。阿姨说太硬了，她不喜欢坐，还是喜欢原来那个软沙发。当时买的时候，阿姨就觉得这么贵买这么一套沙发还不舒服，不愿意让叔叔买，但是叔叔就是看好了。后来阿姨和小姐妹觉得这个家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阿姨和小姐妹喜欢的，叔叔好不容易看好了一件东西，最后就随着他的心愿，前面看的挺干净的，但是后面应该是平时擦不着吧，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来这里收拾有1周的时间了，每天都跟叔叔阿姨还小姐妹待在一起，能感觉到叔叔阿姨特别疼孩子。小姐妹从小到大几乎没离开过她老爸老妈，就是结婚了以后她也是常常往家跑，生完孩子以后就更别说了，一直住在这里。其实我还挺羡慕小姐妹的，不管任何时候都有老爸老妈在身边陪着帮衬着，这也是很多人没有的幸福。特别是自己不舒服或者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身边有老人那真的是无比的踏实。这一点我自己特别有感受和亲身经历。其实自己不舒服的时候还好，扛一扛就过去了，特别是当孩子不舒服的时候，再加上我们是2个孩子，有的时候真的是顾头顾不上尾。就像小姐妹一样，那几年如果不是叔叔阿姨在身边陪着的话，她也不一定能自己走出来。小姐妹讲，她之所以生病也是因为之前太顺了，一下受不了打击。她真的是在各个方面都特别优秀的人。我们今天收拾屋的时候，证书都给她收拾出来了一大堆，摆茶几上都摆不过来，差不多得有5、60本吧。她说这还不全，要是都找全的话7、80本得有了。这个白柜子是藏在那个大沙发后边的，里面装的都是叔叔阿姨的东西。她说就不用动了，把外边擦干净就行了。看叔叔多保护他的大沙发，不是靠着柜子吗？后边还放了一个床单，这样就算来回拿东西碰着也不会碰坏了。这个大客厅是收拾了一整天才干完的，叔叔说这就是他们刚搬进来的样子。阳台上没收拾，看得有点乱，挂上窗帘咱们看一看收拾完的效果。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吧。